程庆脸红红的，他小声答道：“刚才苏腾给我们送来了烧烤。妈，不是我说要吃，是我那班学生要吃。苏腾向来宠着他们，就他们想吃什么就买什么给他们吃，我只是顺带的。然后我吃着吃着的时候，苏腾忽然就告诉我他喜欢我，说不是朋友之间的喜欢，是男女之间的喜欢，说他的喜欢是爱，他爱我，想娶我。他还给我送了一束花，先是问我收到那束花有什么想法。我当时想到的是鲜花饼，被母亲瞪着，程庆的话越说越小声。他无辜的道他送我的是玫瑰花束，那么多的玫瑰花，我能想到的就是玫瑰花鲜花饼吗？也是他问我有什么想法的，我就便如实说了。程妈妈没好气的又戳他的头，你咋这么笨呢？整天想到的都是吃的，不是你喜欢吃烧烤。苏腾会给你们买那么多，别以为天气冷，你们吃烧烤就不会上火，一样会上火的。等会儿给你们煲一锅的凉茶喝呀。妈，不用了，龙腾还给大家买了菊花茶的。菊花茶不也是凉茶吗？再说了，他们吃习惯了，不会觉得上火的。程妈妈这才作罢，嘴上还在说苏腾还知道给你们买菊花茶。哇，不愧是我们那边的人啊。程妈妈说完后又瞪着程庆半晌，她问女儿，你是因为苏腾冷不丁向你表白，所以跑回家了？这丫头大大咧咧的，一直将苏腾当成哥们看待，冷不丁被表白会被吓到也正常。你没有拒绝他吧？程妈妈紧张地问。你可以暂时不接受，但也不能直接拒绝，给自己留条后路。你看看你24、25岁了，连个追求者都没有，白长了这么好看的脸，好不容易有个人喜欢你，你可得把握住机会。苏腾也挺好的，就是比你大了几岁对而已。还有就是太远了，离咱们云城千里之外，不过没事，爸妈都是能坐飞机坐车的人，不怕晕车晕机，想去看你。坐飞机过去也就几个小时，只要能把你嫁出去，只要你能嫁个好老公，嫁到国外去，妈都能接受。程庆哭笑不得的，妈，你这是有多不待见我呀？别人家的妈听到女儿要远嫁，心疼的不得了，舍不得妈倒好，还说我嫁到国外去，你都能接受。程妈妈哼着，谁叫你嫁不出去？你能嫁出去，还能嫁给苏腾那么优秀的男人，妈都想烧高香了。你们老程家祖坟冒青烟了，终于能将你嫁出去。妈，我还没有嫁呢，我嫁个人就祖坟冒青烟。我要是还有点大出息，老程家的祖坟岂不是要炸裂了？我也没想着拒绝苏腾，就是一时间觉得好意外，有点不好意思面对他。我也没有被人表白的经验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就只能跑出来，跑回家了。妈，你饭做好了吗？你快去做饭吧。吃火锅不用怎么做，饭早就煮好了。程妈妈还想和女儿谈谈心，你和苏腾相处得很愉快，也聊得来，他对你真心的。冷静的想上几天就可以给他回复了。程庆恩着，却又担心的道，妈，你说苏腾会不会是图个新鲜的？他家里那么有钱，豪门少爷，见过的美女没有100个也有99个的。我是有几分姿色，但我不认为是我的姿色迷住了他。他会不会只是想玩啊？或许现在对我也是真心的啊。婚后呢？婚后就变心出轨，包2奶3奶的，我可接受不了。到时候我揍他又揍不过，远在管城，离你们太远，你们也很难赶过去给我撑腰，怎么办？程妈妈深思了片刻后说到，这个还真不好说，不过婚姻都是靠自己经营的，你们俩要是用心经营，应该不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。就是不知道他的父母看不看得上你了。他们程家在云城也叫得上号，不是多有钱，是程家武馆有名气。当然了，程家也有钱，
没有几百亿身家，但几千万呢，勉强过亿还是会有的。那跟苏家相比，相差确实太远啊。万一苏腾的父母看不上程家，你去管城的时候见过他的父母吗？那他父母对你的态度怎么样？若是态度很好，很热情，那还有点戏；要是冷淡或者客客气气的，估计就是看不上你。若是他父母嫌弃，那咱们就不要高攀了。爸妈愿意养你一辈子，那也不想你嫁过去被人欺负、嫌弃，各种瞧不起。别看程妈妈平时骂女儿的时候，总是各种嫌弃，数度让程沁以为自己不是亲生的。但谁要是敢欺负程沁，程妈妈绝对会炸毛。当然了，程沁从小到大都没有人被人欺负过，程妈妈都没有炸毛的机会，反而经常收到投诉、告状，然后抄着那鸡毛掸子能追程沁跑上好几条街。程沁几岁大的时候，就在附近几条街是出了名的。拜他老娘所赐，明明他是打小练功，基本功扎实得很，跑得非常快的。结果他老娘也跑得很快，体力还很好，愣是能追他跑上几条街，成了几条街道的笑柄。程沁老实的到我在管城待的时间也不长，参加战少和海童的婚礼时，人那么多，我也不知道哪个是苏腾的父母，还真不知道他爸妈态度如何呢。不过从他嘴里可以知道，他爸妈还是很好说话的。他说他30好几还没有结婚，他父母着急得很，说什么只要他能带个女人回家结婚就行，就不会挑女方的条件，只要是女的就行。程妈妈撇撇嘴，说道那是嘴上说说而已，当婆婆的人都是那样，还没有娶到儿媳妇，只要儿子娶了就行，娶有儿媳妇了，那就各种折腾刁难，儿子还没有娶，就说是个女人就行。当他们的儿子真的有喜欢的女孩子了，他们就会开始挑剔的了。程沁笑嘻嘻的，妈，你是不是也这样？你有2个儿子呢，妈才不这样呢。你2个哥结婚了，就让他们搬出去住，可以回来这里吃饭，但不要跟我们住一起，不住一起，保持着距离，就不会有那么多矛盾，大家相安无事。我要是和苏腾在一起，婚后也可以搬出去住，远离公婆，保持着距离不也可以？程妈妈默了默后说道，如果他妈妈不接受你，就算你们不住在一起，他想挑你的毛病，想破坏你们的夫妻感情，容易得很，那是他亲妈，他总不能为了你与他亲妈断绝关系吧？程沁不说话了，好一会儿他叹口气说道，妈，你的意思是让我不要接受苏腾吗？我本来还想清楚了，现在又乱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觉得还是自己一个人过好一点，不用处理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。我的脾性也不适合跟心眼多的人打交道，都说豪门里的婆婆很难相处的呀，没有几个人能像海童、小军他们的婆婆那般明事理。我听海童说，她刚和战少在一起的时候，她婆婆其实是打心里无法接受她的，但她的婆婆并没有做出过伤害她或者破坏她夫妻俩的事。在她被别人说闲话的时候，婆婆还会公开维护她，将那些说她闲话的人骂了个狗血淋头，说她婆婆一向都高雅大方，修养极好的，却为了维护她骂人。也是这样，她跟她婆婆相处的时间其实不多，但她特别尊敬公婆，这样的婆婆我想还是比较少有的。程妈妈说你都还没有见过苏腾的父母，怎么知道他的父母不喜欢你呢？哎，总要见过面了再说吧。可我怕和他恋爱了，有了感情，结果他爸妈不喜欢我，要拆散我们俩，那岂不是痛苦万分？那既然这样，还不如一开始就不发展呢，就保持现状，像现在这样当哥们当朋友。阿姨，你在家吗？在程妈妈哑口无言的时候，母女俩听到了楼下有人叫喊着程妈妈。听声音好像是苏腾的。
程沁本来心绪平静，因为母亲的话，心绪又乱了。此刻听到苏腾的叫喊，他一时间不知道怎么面对苏腾，便对母亲说道：“妈，好像是苏腾回来了，你去看看，不要告诉他，我在楼上。我暂时还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，别想那么多，顺其自然。那说不定苏腾的爸妈会很喜欢你呢。”程妈妈安慰了女儿一句，便起身走出房间下楼去。苏腾还在楼下叫喊着。他进了厨房，看到洗好的菜，备好的火锅汤底啊，就是不见程妈妈。苏腾，我上去收衣服了。你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以往都7、8点才能回来的。程妈妈边下楼边回应着苏腾，嘴上还在说着现在下雪了，也不早了。程沁兄妹几个怎么还不回来？哎，苏腾，你不用应酬吗？我就白天把事情做完可以了。要应酬的事交给别人去做。程大哥他们很快就可以回来了。阿姨，程沁没有回来吗？苏腾很想找到程沁，但程大哥劝他不要去找，让程沁冷静冷静。他忍着没有追赶程沁，回到程家想帮程妈妈准备晚餐的。看了厨房的情况，不需要他帮忙了。程沁去了哪里？下雪他会去哪里？她又没有什么好闺蜜，她的女性朋友都很少，那聊得来的都是她的师兄弟以及几个师姐妹。苏腾的一颗心都系在程沁身上。我不知道她回来了没有哦。你平时下班后不是先去的武馆吗？没有武馆看到她？程妈妈撒谎，撒得脸不红气不喘的。给苏腾的答案也不是绝对的，反正她刚才上楼收衣服去了。女儿回来没有？他不知道有什么奇怪的。苏腾心虚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我去了武馆。”他说有点事出去一下。我以为他已经回家了。阿姨，有需要我帮忙做的事吗？程妈妈走到沙发前坐下，拿出电视遥控器，边打开电视来看，边说道：“今晚吃火锅，食材都准备好了，不用再做什么。苏腾，过来陪阿姨聊聊天呀。”哦，好。苏腾很乐意陪着未来丈母娘聊天，他表现得好，丈母娘会越来越喜欢他。他去给程妈妈倒了一杯温开水过来，踩在程妈妈的对面坐下，俊脸上挂着温煦的笑容。他温笑地问阿姨：“你想聊什么？”“随便聊聊，聊聊家常，聊聊儿女。我这种家庭主妇能聊的也就是这些了。”程妈妈放下了电视遥控器，看着苏腾，忽然问道：“苏腾，你30好几都没有恋爱结婚，是不是你父母的要求很高？你喜欢的女孩子他们都看不上，所以你赌气不想恋爱结婚？”苏腾黑眸闪烁，程妈妈很少会问他这个问题，忽然问起来：“程沁回来了吧？”并且母女俩还说了话。程沁可能将他突然表白的事情告诉了母亲，是程沁还是程妈妈担心他苏家大门不好进？阿姨，不瞒你说，我爸妈心急得很，他们对我的唯一要求就是结婚对象必须是女的，只要我肯结婚，他们就阿弥陀佛了。对儿媳妇的要求真的不高，说是这样说，当你真的遇到喜欢的女孩子，那不是你爸妈喜欢的类型，他们态度就会改变。人都是这样，没有的时候很想要，有了之后又想要更好的，便会各种挑剔。人心啊是不会知足的，总会想要更多更好的。苏腾沉默，他抬头往楼上望去，似乎看到有个人一下子缩回去了，知道程沁就在楼上偷听呢。阿姨，别人的父母可能会那样，但我的父母不会。有件事我一直都瞒着大家，不好意思说出来。其实我有病的，就是因为我这种病导致我30好几都还是光棍一条。闻言，程妈妈瞪大眼，不敢相信的上下打量着苏腾。躲在楼上偷听的程沁也愣住。苏腾有病，因为他有病，所以他30好几不结婚。哎，是不能人道啊，那还是绝症，命不久矣。但看苏腾不像是身患绝症的人呀。哎，
那就是他不能人道了。程妈妈回过神来，问道：你有什么病？阿姨看你挺健康的呀，怎么看都不像个病人。阿姨，程沁在楼上是吧？我想跟他坦诚一切。程妈妈本能的点头。苏腾站起来对程妈妈说道：阿姨，那我上楼去和程沁聊聊我有病这个问题，我也会毫不保留地告诉程沁的。哦，好，你们好好的聊，等他们回来了再叫你们下楼吃饭。苏腾就往楼上走去。程妈妈看着他的后背，小声嘀咕着，看不出来他有病呀。他有什么病？那因为有病才会这么大年纪未婚吗？是不是大龄青年不婚，多少都有点问题啊？哎，若是闺女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男朋友了。苏腾，他们是真的很喜欢。程妈妈都将苏腾当成女婿来看待。程沁听到苏腾说他有病，又听到他说要上楼，他扭身就回到自己的房里，装着不知道苏腾在楼下和母亲聊天。很快，苏腾就来到了程沁的房门口，他抬手敲了敲门，房门没有锁，自己进来吧。程沁回应着，苏腾扭动一下门把，还真的打开了房门。他推门而入，没有再关上房门。程沁坐在沙发上，看着他推门而入，很想表现得意外的样子，无奈他不会演戏，演不出来，最后就是默默地看着他走过来。程沁，我想和你聊聊。苏腾在他的身边坐下。喝水吗？程沁问他。他想了想后呢，答道：给我一杯温开水，怕等会儿说的太多会口干。程沁起身去帮他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然后又坐下来看着他，抿了抿嘴后，主动开口问道：苏腾，你和我妈在楼下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你说你有病，是什么病？很严重吗？哪方面的问题？你说出来，我们给你介绍那方面的专家医生。苏腾答道：看过医生，医生说他们医学拿我束手无策，他们没有办法医好我，只能看老天爷是否想让我过正常人的日子。闻言啊，程沁一脸的担心及紧张。什么问题这么严重？医生也没有办法吗？你要多跑几家医院，有时候一家医院的检查结果会出差错的，看过了很多医生都是一个结果，不会出差错的。事实上，我也确实是因为这种病而单身至今。程沁，你还没有说是什么原因。苏腾沉默了片刻后，盯着他低沉的道：寡情病。程沁愣住，这是什么病啊？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病。苏腾向他解释了一番。程沁愣愣的就看着他良久，他问他：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这种情况遇到了能让你动心、有反应的女孩子，你才能变成个正常的男人，并且这辈子只对那个女孩子有反应，对其他女人是没有反应的。苏腾点头，是的，所以我一直没有结婚，因为我对那些女人都没有反应，不能为了我的面子问题就把人家娶回来守活寡吧。我家里人也很着急，给我安排了无数次的相亲，我不愿意去相亲了，他们就将女孩子的相片拿过来给我看，希望能有一个人让我有反应，只要我多看一个女孩子几眼，或者和她多说几句话，我爸妈都会以为我喜欢他们，让我无奈极了，最后只得远离女性，免得我爸妈误会。程沁，我本来是做好了一辈子当光棍的了，谁知道在管城的机场上捡到了你的一串钥匙，钥匙扣上有个小相片，我看到了小相片上的你，莫名的就想亲你，心跳也加速了，甚至悄悄的红脸。这种感觉是我过去30几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，我想那就是心动吧。就是正常男人的反应。你是老天爷安排给我的命定之女，也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救我，让我像正常男人那样的人。程沁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又津津有味，像听故事一样。要不是她是他故事里的女主角，
他真的认为自己在听故事。程沁，苏腾拉住了程沁的一只手，认真的道：程沁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我真的对你一见钟情，这辈子除了你，也不会再对第二个女人动心。你不用担心我是图新鲜，然后变心什么的，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，因为我是有病的人，我的病只有你能治好我。你也不用担心我爸妈不喜欢你，真的不用担心。其实他们早就知道你的存在，也一直支持着我接近你。与你培养感情是我笨了点儿，跟你相处了这么长时间，都还不敢向你表白，不怕你笑话我，我还是打电话给我堂弟，就是苏南，向苏南请教。苏腾告诉我，爱你就要向你表白，要让你知道我是爱你的，让你知道我不想当你的哥们朋友，只想当你的男朋友，你未来的丈夫。苏腾说得很真诚，程沁对他的话没有半点怀疑。他相信苏腾不会扯个谎言来骗他，虽然他还是不了解寡情病，但他相信苏腾没有必要扯个谎言来骗他。我的钥匙呢？因为他的确是在管城的时候掉了一串钥匙，那串钥匙上面的却有一张他的相片，他随身带着的。掉了之后，他也到处找过，都没有找到。原来是被苏腾捡了去。在这里，我一直都带在身上，没有人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看，偷偷的亲相片上的你。苏腾拿出了那串钥匙，钥匙扣上还有着程沁的相片。程沁拿回了钥匙，确认无误。就真的是他的那一串。听到他说没人的时候，他就拿出来看，偷偷的亲相片上的他。程沁的脸莫名的红了。他亲的是他的相片，他感觉他亲到了他的脸上似的。你是捡到了我的钥匙后，通过这张小相片找到我的吗？程沁问他。苏腾老实的点头。这么说，你调查过我？到了现在，程沁再想不明白，那就是个傻子了。苏腾这种大总裁有的是钱，请人拿着他的相片调查他的一切，肯定能拿到让他满意的结果。然后他说他是他的救命恩人，就这样接近他的。那天深夜他在管城的街头帮了他，是偶然还是他安排的戏，也不能说是调查，就是想知道你是谁。毕竟你是我唯一心动的女人，就算找遍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找到你的，因为有你的相片，很容易就找到了你。这个时候，苏腾什么都说了，没有再隐瞒，有站印那个前车之鉴。他知道在面对心爱的女人时，有些事是早点说出来好一点，隐瞒的时间太长，很难收尾。站印夫妻俩呢，当初闹得差点离婚呢。找到你后，我也不好随随便便去结识你，怕你把我当成了色狼，所以我就安排了我的手下，假扮成飞车党，在你回酒店的路上拦下我的车子，让我陷入危险之中，给你救我的机会。那样我把你当成救命恩人，接近你，对你好，你都不会怀疑我。程沁瞪着他，果然都是你安排好的。程沁，对不起，那件事是我不对，我不该那样算计你的，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结识你，不被你厌恶。我又没有追妻的经验，事实上我长这么大很少和年轻的女性打交道的，我只能想到最笨的办法。你要生气就骂我，打我吧，千万别不理我就行。程沁都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生气。他感觉他没有生气，但又有点不爽。我还以为我真的做了好事，救了人呢，结果只是陪着你演了一出戏而已。那些人是你请来的，那你还将他们都送到派出所去。苏腾老实的道，他们都是我的人，一直效忠于我，为我做事的，个个身手了得。但那个晚上与你交过手后，他们有些人是受了点伤的，事后送他们去住院了。他们都说未来的少主夫人拳脚功夫厉害，
凶残的很适合我这个少主。他们都对你的印象极好，我是将他们送去派出所，那也是演戏给你看的。我早就提前安排好的了。程沁，真的对不起，我骗了你，还骗了那么长时间。苏南说我情商太低，我承认，我是真的情商太低，就不会追妻，用了最笨的方法来结识你。我们苏家是生意人，有大公司，也有很多子公司，但我们还有一种身份，就是私家侦探，我手底下的人打探消息很厉害。我们苏家的势力范围很大，涉及到很多地方。程沁吓了一跳，连忙问他，你们家涉黑吗？听你说的好像黑社会似的。我们是黑社会的话，还能存活到现在吗？我们苏家也就是信息网强大，消息灵通而已，每天都能吃到很多新鲜的大瓜。过儿管城的人无法和我们做朋友的话，也不敢得罪我们，就是怕我们扒了他们的老底。当然了，也有很多人打心里仇视着我们，恨着我们，时刻都想找个机会对我们苏家的核心人物下手。所以我的手下才会说你很适合我，因为你拳脚功夫厉害。你们家又是开武馆的，学生众多，苏家和程家成为亲家，等于两股势力结合在一起。程家武馆开馆那么多年，在云城中属于各中翘楚，社会地位也不低的。武馆的武学生可以说遍布全国各地了，这学武的人往往仗义讲义气。若是程家武馆有难需要帮助啊，就算已经离开武馆的学生知道了，都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帮助武馆。不过我不看重你的家世，我只看重你这个人，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什么家庭出身，我都不嫌弃。苏腾担心程沁误会他是相中他的家世。程沁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我只爱你这个人，不过是恰巧你的家世很适合我而已。我知道嫁与我为妻可能会潜在着无法预知的危险，但我会拼尽全力护你安全的，不会让你被人欺负，不会让你受到半点的伤害。他是苏家的少主，以后的苏氏家族当家人，如果连自己的妻子都护不住，他也没有脸面接管苏氏家族。程沁本能地说了句，我又不怕你会连累我，就他有自保的能力，只要你和你的家族没有干违法的事，你们多大的势力都是你们的本事呀。苏腾连忙说道，我们不会干杀人放火走私等违法行为的事，我们都是为了长远考虑的，怎么可能作死地干违法的事，那不是找死吗？战奶奶说的，如果我们苏家敢干出违法的事，他老人家第一个饶不了我们。我们苏家从战奶奶那里得到过一些人脉的，苏家和战家关系那么好，与战奶奶脱不了关系。那是主要的原因，次要的就是他们年轻一代成为了兄弟朋友，交情铁，特别是苏南和战印，那是铁的不能再铁的哥们了。战奶奶，他老人家是个很好的人，程沁见过老太太，很喜欢那个老人家。苏腾笑了笑，说道，不惹着他，他就是个超级好的老人，惹着他了，他能整得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谁叫你去惹他老人家？谁不是这样，被人惹毛了，不生气才怪呢。苏腾笑笑，不接话了。他反正是不喜欢接近战奶奶的，生怕一不小心就成了他。老人家寻开心的那没果，但是见到了战奶奶，他要装的比亲孙子还要亲，哄着战奶奶，就怕战奶奶心血来潮整他一回。当然了，他还是很敬重战奶奶的。除了你说的这些，没有事情再瞒着我了吧？苏胆腾坦诚的这些事，程沁倒是没有特别生气，在他能接受并理解的范围内。要是他一直骗着他，直到被他发现，那样他就会很生气，觉得他一直将他当成个猴子来耍。现在他们俩认识的时间不算长吧，他向他坦诚一切，
他就没那么气。苏腾连连摇头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我就只隐瞒了这些。从一开始，他就是以大总裁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，他是个富二代的事也没有隐瞒过他。感情的事，你让我考虑考虑，可以吗？今晚发生的事，程沁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，可以，我不催你，也不会逼你，你好好考虑。就算你现在不能接受我的感情，我也可以等，也是我做的还不够好。未能让你心动，让你满意，我会继续努力，努力做到最好，让你喜欢，让你满意。程沁笑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你不是不够好，只是我把你当哥们，你把我当成妻子来看待，一时间，我需要时间来消化。这毕竟是人生大事，事关我一辈子的幸福，总要想清想楚的。苏腾，这是我们俩的事，在我没有答复你之前，你不要跟我爸妈说，他们知道我没有立即接受你，怕是会骂我个狗血淋头。没办法，谁叫我是相亲无数次，都被男方放鸽子的人呢？我爸倒是无所谓，我又不算老，才20几岁，但我妈着急，总觉得我被我爸带入武行，练就了一身功夫，虽说自保能力杠杠的，却也留给别人粗鲁的错相，以至于没有男朋友。所以我妈最担心我嫁不出去，只要我相亲被别人放鸽子，我妈就要念叨我爸，怪我爸害了我。你大概是我妈最后也是看得最重的指望啦。苏腾点头应允，在你没有想清楚回复我之前，我都不会跟程叔和阿姨说的。对了，苏腾，我认识你后再相亲，依旧被男方放鸽子的事，没有你的手笔吧？没有，我们苏家在云城的人脉并不算广，还是我过来出差，在这边大力发展，投资成立了子公司，人脉才渐渐变广。所以你相亲被男方放鸽子的事，我没有动过手脚。况且在他来了云城之后，他也很少再相亲。云城的媒婆都不想给他介绍男友了。程沁想到认识他的时间不算长，相信他此刻说的都是老实话。那没事了，你先下楼去，我坐几分钟，静静心，调整好情绪了再下楼。我2个哥哥应该也快回来了，我爸出去吃饭，不回来吃。苏腾温沉地应着，好。他深深地看了程沁2眼，人跟着起身走出了程沁的房间，再帮程沁关上了房门。之后他站在房门口好一会儿，才转身下楼去。走到楼梯口，发现了正小跑着下楼的程妈妈，猜到程妈妈刚才应该在房门口附近偷听，因为她没有关上房门。程妈妈呢，怕被发现，是不敢靠得太近的。苏腾失笑，却理解程妈妈的举动，换成是她的父母，估计会贴在门身上偷听呢。那为了不让程妈妈感到尴尬，苏腾还特意停顿了几分钟，等程妈妈下楼进了厨房，他才下楼去。这个时候，程大哥兄弟俩先后进屋，这雪越下越大，都不好开车，我就走路回来的。程大哥进屋后便开始脱掉厚外套，屋内供着暖气，与屋外相比，如同冰火2重天。大哥，你回来了。苏腾迎过来，阿姨都洗好了菜，备好了火锅汤底，就等你们回来吃火锅了。苏腾笑道，看到尾随进来的程二哥，他又笑着，二哥，你也回来了，快进屋，屋外面太冷。程二哥跟着进屋，苏腾才关上屋门。爸还没有回来啊？程二哥问了句，他也像大哥那样进屋后就脱下了厚的外套。苏腾从二哥手里接过了他脱下来的外套，答道，程叔今晚不回来吃饭。咦，苏腾，你今晚回来的比我们都早呀。程沁呢？咋不见他？那他平时不是和你一起回来的吗？程二哥还不知道苏腾向程沁表白的事，程大哥没有告诉他，他刚才恰巧也不在武馆里，
苏腾还没有答话，程庆的声音就从楼梯上传来：“可以吃饭了。”程妈妈在厨房里叫喊着，大家立即进了厨房，七手八脚的把程妈妈准备好打火锅的食材端出来。除了程馆长不在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。程大哥还拿来了父亲珍藏的名酒以及4个小酒杯，问着母亲：“妈，今晚我们想喝点，行不？今晚不打算外出的话，允许你们每人喝上1小杯，再多就不行了。喝多了，喝醉了，影响明天上班。”程大哥哦了一声：“行，那就喝1小杯。能喝上1小杯也好过1口都不能喝。阿沁是女孩子，少喝点。”程大哥给妹妹倒酒的时候只倒了半杯。程庆很不满意：“我是女孩子不假，但我酒量不见得比大哥二哥差呀。喝上1小杯，我还能保持着理智的。你再讨价还价，就让你喝1口，你那杯让给苏腾喝。”程大哥端着长兄的威严，管着妹妹喝酒的嘴。到了酒后呢，程大哥就凑到妹妹的耳边，小声说道：“你少喝点，留点理智。等苏腾喝醉了，你问问他对你是真心的。都说酒后吐真言吗？他喝醉了酒，你问他的话，肯定是他的真心话。”程庆哭笑不得，亦是小声回答着大哥。他酒量极佳，把爸那瓶好酒喝了个精光，都未必会醉。只喝1小杯的酒就想放倒苏腾，简直就是做梦。我相信苏腾说的都是真心话呀。程庆说完后，用公筷给苏腾夹了1筷子的菜，笑着对苏腾说道：“你也少喝点，饭后咱们出去散散步。”“好。”外面冷。程妈妈说了句：“苏腾是管程来的，他会受不了。我嫁过来几10年了，每年的冬天能不出门我就尽量不出门，受不了云城冬天的寒冷啊。刚嫁过来那几年孩子还小，她还带着孩子回娘家过冬呢。那后来呢，孩子渐长，需要上幼儿园，上小学了，为了孩子的学业，她不能想回娘家就回娘家了，只能硬着头皮撑屋内有供暖还好，出门一趟穿的再多，她都觉得好冷啊，好冷。”苏腾笑道：“阿姨，我不怕冷。”程大哥接过话来：“苏腾要是冷，就让阿沁拥抱他。”感受到阿沁如火般的热情了，保证苏腾冬天过出夏天的感觉。大哥，程庆不依地叫了一声。大哥打趣他了。他的脸悄悄地染上了红云。程大哥呵呵地笑：“你脸红成那样，这小杯的酒你也别喝了，怕你沾酒急醉。”